跟你说，什么？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？哎呀，他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？你说，这从几楼摔的？2楼啊？行，那腿骨折，行啊，我知道了。那他家在哪儿呢？现在是出院了还是在家休养呢？那行，你呢，把他家的地址发给我。好，对，那个给司机打个电话，多带几箱礼品啊。行。哎呀，这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最近，你看你这腿好几个月了，这什么时候能好啊？这要不是在工地上受伤，也不至于你在家里躺那么久。咱们家，你看这生活也不是很好，也不知道你这腿什么时候能好。你这也算工伤吧？应该是工伤。那怎么没听到有人说给你钱什么的，也没人过来看看？谁呀？来了。这巨蜥啊！经理来了。来，请坐。这是你老婆吧？早就听说啊，找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这是你们经理啊？对。对了，巨蜥啊，你看，不是我说你这么大人了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我是去让你去检查一下质量过不过关。你说你怎么好端端的能从2楼跌落下去呢？我也是不小心，这也不能怨公司。你又大老远的都过来，感觉挺不好意思的。巨蜥啊，说什么呢？你是我们的公司的员工，你说你这也算是工伤啊，我怎么能不过来看看你呢？是不是嘛？我今天就代表咱们公司还有我个人来你家里边来看看你。这段时间呢，你就先不要上班了，什么时候把腿养好了，什么时候再去。这样，那个公司鉴于这种情况呢，给你这个报销所有的这个医疗费，还有这个你的误工费呢，5万块钱，我呢今天给你带过来了这是咱们公司的一点心意。都不用说。巨蜥这个钱是咱们公司给的，这也是每一个员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相应的补偿的。再说你这是工伤，这钱你应该拿着吧。我这个伤是我自己弄的，本来就跟公司没有什么的关系，这个钱你说什么我都不能要，懂吧？是啊。你这行，那就叫个嫂子吧。嫂子，你拿着这个钱你得收下。他在家里边还得吃还得喝呢，不上班是不是？这你们总得一家子总得过生活，拿着吧。这个钱我们真的不能收啊！拿着，听我的。这本来就是他不小心摔伤的。那他不小心摔伤也是上班期间，因为工作摔伤的这工伤这按法律来就是应该有补偿。你这疤这是我小时候不小心弄伤的留下的疤。你这伤跟我弟弟的一样。和你弟弟一样？是啊，小时候我让我弟弟上树给我摘苹果，他一不小心摔下来了，就磕在这个手上，磕了一块坑。我小时候我带我弟弟去赶庙会，我一不小心把弟弟给弄丢了，
因为这事儿我一直愧疚呢。你不会是我弟弟吧？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你家是哪的？我没有家，我从小啊就是个孤儿。反正我记事的时候，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后来啊，有一对好心的夫妇把我给收养了。但是你说的这个，我没有太大的印象了。你不记得了吗？你这个伤是小的时候我让你去上树上给姐姐摘苹果留下的，你再想一想。这个我倒是有一点印象，不过我记不太清了。那你照你这么说，你真是我姐啊？是啊，弟弟，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。金香，这个都是你经常说的走散多年的弟弟吗？是啊，没想到今天居然就见面了。那要这样说，你还是我姐夫了。是的。真没想到咱们以这种方式居然相见了，弟弟真的是太好了。对了，那咱们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吗？有，咱妈在乡下呢。爸呢？爸早就去世了。去世了？他不应该啊。那咱爸去世的时候应该也没多大年纪吧？咱爸自从你走掉之后，他整天借酒消愁，得了肝癌去世了。什么？去世了？得了肝癌？都是为了找我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咱爸去世都是因为我，是我害了他吗？说起来啊，还都怪我。我如果不带你去庙会，你也不至于走丢，咱爸也不至于。那姐，那咱妈怎么样？身体？咱妈年纪大了，都那样，身体也不是很好。那你赶快去带我见她吧。要不等到下午吧，你看这也该到吃饭的点儿，姐给你做点好吃的，下午我们两个一起回去看妈。那行。那行，那你先跟他先聊着，我先给你做饭。姐夫，还真没想到，你说这次还都得感谢你呢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能和我姐相认了。是啊，缘分就这么奇妙，无巧不成书啊，弟弟。行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一个人，我也一直很想找到我之前的家庭，没想到在今天终于找到了。姐夫，这以后啊，等你腿好了，我就把你提拔成副经理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过生活。行，以后我和你姐一起来帮你。行，姐夫，你先在这躺一会儿，我去给我姐打个下手。好。大宝，你回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弄点饭去。行了，就知道吃，少吃一顿能饿死不能？你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子了？啊，还刚结婚的时候90多斤，你看现在200出头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是养猪场呢。大宝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好心问你吃饭了没有，你这话你是嫌弃我了？嫌弃你了？你啊，总算有点自知之明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前几天同学聚会，那些老同学啊问我怎么没把媳妇带过来，其中啊有几个知道你现在这样的，他们都在偷笑。我啊就害怕他们说这个。
你说你现在还能带出去门不能？唉，还有那化妆品，我一个月工资也不少挣，你就不能买点化妆品保养保养吗？你看看你那脸上那褶子啊，那夏天落个苍蝇蚊子都不用打，你这嘿嘿一笑都急死了。还有你这衣服，你看看你穿的跟要饭的有什么两样啊？这一个女人有点品味行不行？啊，没事你看看那巴黎时装周，你看别的女的怎么穿的。哎呀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明白，我忘了你的身材啊，就限制住了你的这些品味。哎，减减肥吧，行不行？你看这沙发，你坐下去，什么时候能弹起来？大鹏爷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我这不是为了你，为了给你省钱吗？你要是跟别的男人一样挣了很多钱，你看我哪个女人不舍得花钱呀？怎么不说你自己窝囊呢？就那么一点工资，我如果像别人那样讲吃讲穿的话，那咱们家还能过下去日子吗？我嫌我工资低，我呢就算工资再低啊，给你买衣服买化妆品的钱总有吧？再说了，那别的家里边都是这样，你看别人的老婆收拾的打扮的，你再看看你，还有，吃这么胖，你那呼噜声30里地外都听得一清二楚的。我说你现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你就不能注重一下外在的这个形象吗？啊？还有，咱们孩子才几岁啊？啊，上小学2年级都知道开家长会都不让你去，怕丢人。板凳啊都坐不下你给2个板凳拼一块儿。这开家长会哪次不是我去的？你倒是去啊，还嫌弃我这嫌弃我那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。行，还看看我。你现在还没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。行，是这样啊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啊，咱们俩的夫妻缘分尽了。你啊，这2天有空和我去一趟民政局，咱们俩离婚。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啊？行，我答应。这多少年了，我总算是受够了。今天啊，借着这个机会，把什么都说出来。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啊最好减减肥，要不然啊这辈子恐怕没人再要你。行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就同意跟你离婚了。孩子啊，我带，以后啊你爱找谁找谁。行，我找谁啊和你都没关系了。既然这样，去收拾你东西去吧。把你的那些东西啊都带走，省得我看见心烦。要离婚，这个家也是我的了吧？这怎么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这是我买的房子。你买的房子，你就跟房子过吗？难道你回家热饭热汤的，谁伺候你啊？这些卫生都是他自己干净的吗？行了，是不是想要钱啊？10万块钱，就算是咱们离婚的，给你的那个。要离婚也是你净身出户，要不然咱们就走法律。呀，还我净身出户啊！弄了半天还想分我的财产。行啊，这房子啊，我告诉你，是我结婚前买的，你呀1分也别想得到。是这样，不是去离婚吗？赶紧，我特意啊请了1下午假。是这样？没在家吗？大鹏，我走了，我去乡下去看看咱爸咱妈，毕竟我也是你家的儿媳妇儿。
我想在离婚之前再做一份孝心。昨天咱们吵架，我说那些话都是气话，什么让你净身出户，什么要你的房子，我是当时听你说那些话，一时冲动才说出那样的话。你放心，我一分钱也不会要你的。我走了，你记得抽空多看看爸妈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还有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，少吃点外面的饭，下班早了就回到家里自己做点饭吃。这么多年我让你烦心了，是别人家的老婆都是如花似玉的，我是一个黄脸婆。其实大鹏，我是想多攒点钱，不想让你那么辛苦。我能做到的也只能是这些了。我想着我少花一点钱买衣服买化妆品，这样你就不用那么累的工作了。大鹏，往后照顾好自己，找一个更好的。我走了。静香，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善解人意的人，是我爱慕虚荣，我忽略了你，原来你才是那个最值得我用一辈子去守候的那个人。